这个男人浑身绑满了炸弹，一边走一边把炸弹安装在墙上。巨大的声音引来了大批警察。男人展开跑酷技能，很快就甩掉了所有的警察，一路小跑回到了小区。回到家门口的男人抽出一根钢丝，用嘴里的口香糖把钢丝粘在走廊上，关上房门，打开窗户。此时大批的警察已经追到他们小区，2个武装门卫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警察毫不犹豫地干掉了他们，直接冲向楼上男人的家。领头的警察伸头看了看，挥手让小弟走在了前面。果然，倒霉的小弟触发了门口的机关，事已至此，只能炸开房门硬冲进去。而屋里的男人也做好了准备，冲出窗户一个前空翻，顺势就翻上了楼上阳台。冲进来的警察也打算爬上去，却被紧随其后冲上来的2个兄弟撞得差点掉了下去。下一秒果然掉下去了一个。跑到楼顶的男人分开2个追上来的警察，奋力一跳，好家伙，直接跳到了另一栋楼的楼顶，轻松落地一个咕噜就爬起来了。紧接着开启一个闪现，躲开了对面封堵的2个警察，又是轻松一跃就跳上了另一栋的楼顶，顺着墙壁就爬下来了。这可苦了后面追赶的警察，上一秒刚摔个狗吃屎，下一秒又撞个驴打滚。接着男人顺着绳索滑到了地面，这下后面的警察懵逼了，这个我们真不会啊，只好眼睁睁看着男人消失不见。这个叫托尼的男人刚摆脱完警察的追捕，却径直走进了警局。他找到了警长，并告诉他，我想在警局办一张 VIP 住宿卡。警长告诉他警局没有这项业务。托尼见警长业务能力如此之差，就直接给了他一个头锤，终于如愿以偿地办到了贵宾卡。正在警察带他回房的路上，托尼冷不丁袭击了他们，施展跑酷技能翻上了天花板，打开了一间牢门。原来托尼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救自己的同伴光头强。2人走出牢门后，光头强还顺便做了个热身运动，然后一起顺着电梯井爬了上去。而此时的警局已经乱成一锅粥，到处寻找2人的下落，他俩却躲在通风口拉起了家常。原来光头强也是一名警察，被人诬陷后被关进了大牢。拉完家常的2人打算回家，他们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，谁知道很快就被发现了，看样子只能打出去了。光头强的战力值极高，左一拳右一腿，冲上来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过很快他们俩就被闻讯赶来的大批警察包围，2人决定分头行动，由光头强留下来对付敌人。光头强拳脚并用，干翻了冲上来的一个个警察。一个好心的警察见他赤手空拳，冲上来给他送了一根棍子，而托尼却冲进一间办公室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拿走了一块装满学习资料的硬盘。光头强见托尼得手了，一个漂亮的跳跃，从窗户直接跳上了车顶，托尼也跟着跳下，2人又跳进了车里。危急关头，2人还不忘系上安全带，这一点要给他们点个赞。顶着一群警察的射击，顺着搭好的斜坡，开车冲入警局2楼，在走廊溜达了一圈，撞开一间办公室的房门，从窗户冲到了街上，一个转弯就这样潇洒地离开了。这个满身纹身的女人名叫真白，别看她现在人畜无害，她可是13区的头号狠人。这天她正在吃泡面，托尼和光头强找到了她，把拿到的装满学习资料的硬盘交给了她，并说出了他们查到的真相。这里是著名的13街区，一直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和混乱，地下拳场拳拳到肉，枪支泛滥到连小孩的玩具都是枪，尤其是毒品交易更是明目张胆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。就像我们在菜市场买菜一样，装满西瓜的运输车被运送到酒店，切开后里面都是一包包的毒品，再经过分装运送出去。连警察对这一切也无能为力。而副总统早就看上了这个地方，想要在此建一栋大楼，可是又不想付拆迁费，于是指派手下杀死了警察，并把警车运到了13区门口。不明真相的13区原住民把警车打成了马蜂窝，这一场杀死警察的局顺利做成。当然，这一切也被拍下作为了证据。副总统将证据不仅交给了总统，更是通过电视向全社会公开了。这下可炸开了锅，愤怒的警察枪杀了13区居民。作为回应，13区居民直接还给了警察一个火箭筒大礼包。就这样，局势一发不可收拾，总统不得不下定决心清理13区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副总统没想到那晚栽赃陷害的时候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被几个年轻人拍下。由此可见，拍戏前清场很重要啊！年轻人把录像交给了托尼，托尼救出了好友光头强，他俩找到了真白姐姐，一起商量对策。听完托尼讲述的一切，真白叫来了13区的其他老大们，下面有请众老大出场。第1位，第2位，第3位，第4位。而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因为总统马上就要发射导弹摧毁这里。此时13区的所有人都必须团结一致，为了生存而战。一声口哨，跑酷天团顿时出现在街道上，一个个施展绝学爬上了屋顶。光头强带人率先爬上了总统府的楼顶，顺着绳索滑了下来。强哥敲了敲守卫的头，守卫一转身，强哥一个头锤就把对方干翻。大批人群也顺着绳索滑了下来，守卫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人群就冲进了大厅。托尼和强哥打头阵，打得守卫们节节败退。2人施展各自的绝技，吸引了大量的守卫。此时的真白姐姐也出场了，她不慌不忙，先戴上耳机，从头上拔下簪子，垂下了长长的辫子。款步迎上冲过来的4个守卫，辫子一甩就干倒一个，紧接着就是一脚，一个漂亮的撤步，就灵巧的躲过攻击，以1敌4都轻轻松松。不愧是13街区头号狠人。
3下5除2就干倒了4个人。托尼和光头强冲到了楼上，副总统的头号打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光头强示意这个人交给他，本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，没想到只一招，头号保镖就倒下了。此时的总统在副总统的蛊惑下，终于决定发射导弹。正当总统打算拧开钥匙的时候，众人及时赶到，托雷直接播放了那段视频。总统终于知道了副总统的丑恶嘴脸，眼看大势已去，副总统用枪抵住了总统的脑袋，威胁他立即发射导弹。托雷趁机分散了副总统的注意力，光头强一个飞腿就踹飞了副总统，接下来副总统就惨了。此时的总统才知道差点犯下错误，他答应尽全力保护13街区。在托雷的建议下，总统决定将13街区摧毁重建，把13街区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示范小区。这个男人打开了眼前的行李箱，里面满满的装着一包包酸辣粉。他拿出了小刀，割开了其中的一袋，把一整包酸辣粉都倒进了浴缸，打开水龙头冲走了。与此同时，戴金链子的大个子干翻了门卫，带着小弟们冲了上来。大个子一枪就干掉了一个守卫，紧接着把枪顶在另一个守卫的头上，逼问托尼的下落，随后就一枪干掉了他。没错，这个男人正是托尼。他听到外面传来的枪声，急忙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他拿出了祖传的和稀泥的手艺，很快将一包包酸辣粉变成了胡辣汤，甚至还不忘往里面加了不少科技与狠活。找到托尼住所的大个子正打算破门而入，托尼却从里面冲了出来，从2个大汉的头上飞了过去。紧接着灵巧的一个转身，托尼就绕开众人朝外跑去。即使这么小的缝隙，他也能轻松穿过，只是苦了后面追赶的龙套。托尼一个跳跃，顺着管道呲溜就下去了。紧接着一个鱼跃飞出窗外，抓住一根绳索就荡了出去。后面追赶的蠢货也跟着托尼飞了出去。这个蠢货就这样奔着地面去了。托尼抓着绳子游走在墙壁上，还不忘狠狠地踩了一个龙套一脚。荡回房子的托尼麻溜的就爬上了屋顶，龙套们也追了上来。接下来就是托尼的表演时间了，轻松一跃就到了对面楼顶，后面的龙套们居然也跳过来了。这次托尼提高了难度，果然有个倒霉的家伙摔断了腿。随着难度的越来越高，被淘汰的龙套也越来越多。尤其这个穿棒球服的21号，属实有点抢戏，于是导演给他安排了个拉镜头。最后托尼来了个高难度的飞跃。追赶的龙套们这下傻眼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托尼越跑越远，酸辣粉变成了胡辣汤。黑老大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2枪就放倒了2个龙套。当黑老大把枪指向大个子的时候，为了活命，他给老大出了个馊主意。托尼的姐姐在好又多超市上班，我去把她抓回来抵债。很快，大个子带人去把姐姐抓了回来。好家伙，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！黑老大见手下效率如此之高，正盘算着怎样让托尼就范的时候，托尼从天而降，直接用刀抵住了他的脖子。黑老大瞬间就怂了，只能任由托尼和姐姐带着他一起离开。即使他的手下有几十条枪，也只能看着姐姐掏出一块粉色的手帕，塞进了一个手下的嘴巴里。逃出的姐弟俩带着黑老大直奔警局，找到了警长。可是警长告诉他，我们要下班了。托尼拿出酸辣粉作为证据，没想到警长和黑老大蛇鼠一窝，转手就把托尼关了起来，而姐姐也被黑老大带走了。此时的托尼内心无比懊恼，心里惦记着姐姐的安危。警长走过来，假模假样的安慰他。愤怒的托尼一把抓住警长的头，踩着桌子高高跳了起来，直接就把警长送上了西天。他们正在给这辆货车卖力地擦着玻璃，擦完以后不仅没收费，还免费送了一个炸弹，不留姓名的跑走了。轰的一声，货车的门就炸飞了。紧接着2个蒙面人出场，拽出驾驶员，直接把货车开走了。原来抢劫货车的人正是13街区的黑老大。货车里面的箱子里装的是一种新型炸弹，黑老大一打开箱子就启动了炸弹的定时装置，进入了24小时的爆炸倒计时。黑老大立马甩锅给大个子，警局派出了光头强去带回炸弹，并告诉光头强找托尼帮忙。光头强一看托尼的发型，就知道他是个耿直 boy， 于是就使了一招苦肉计，试图骗取托尼的信任。然而托尼早就看穿了这一切，反手就把光头强铐上了。2人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冲进了13街区，并顺便撞坏了一辆看起来价值不菲的跑车。托尼扔下光头强去救姐姐了。光头强独自面对数名大汉，虽然手还被铐在方向盘上，面对枪口他镇定自若。他抬起一脚，对方连人带车门都飞了出去，躲过密集的子弹，用手里的方向盘解决了一个个敌人，最终也顺利的逃出来了。他找到了托尼，最终2人决定联手找到炸弹，救出托尼的姐姐。托尼给黑老大打了电话，黑老大派人把他俩接回了老巢，并希望他们用2000万把炸弹买回去。而此时的炸弹已经安装在了发射架，托尼的姐姐也和炸弹绑在了一起。见到如此情景，2人只能答应。托尼和光头强也被关了起来。在路过厕所的时候，2人同时跳起，一个空翻就取走了2把枪。在众人反应过来之前冲进了厕所，就在他们即将把门打爆的时候，2人通过密道逃了出去。黑老大得知2人逃跑的消息，勃然大怒，一梭子子弹全部送给了这个没用的手下。在得知2000万不仅没到账，连自己账户里的所有钱都被冻结了，手下都担心自己这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时，黑老大的心态彻底崩了，抬手又想崩人，可惜枪里早就没了子弹。他对着大个子说，大个子假装没有听到黑老大的话，并默默地转过了身子，似乎是不忍心看到接下来的一幕。众手下一言不发，纷纷举枪对准了黑老大。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起，黑老大被手下打成了筛子。
就这样，大个子成功上位了。这个重达1000斤的胖子站了起来，活动了下自己的脖子。光头强一见胖子就两眼放光，他高高跃起，向着胖子扑了过去。胖子纹丝不动，光头强犹如撞上了一堵墙。接着他向胖子扔了一块板砖，胖子一抬手，板砖就被干碎了。他冲上去抓住光头强，照着他的脸就是一个大逼斗。接着又是一拳，墙都被干豁了一块。胖子把光头强举高高，直接扔在了地上。光头强挥出的一拳也被胖子直接拿捏，眼看摔跤不是胖子的对手。托尼实在看不下去了，默默拿起一捆绳子递到胖子手里，对胖子说：“胖子随手一扯，托尼就飞了过来。托尼手拿绳索从胖子胯下穿过，接着跳了起来，绕过他的头顶，又转了一圈，一圈又一圈。很快，托尼就把胖子缠成了一个大粽子。光头强抄起一块砖，奋力一跃，镶嵌在了胖子的头顶。这下胖子终于倒下了。接着，二人沿着高塔向楼顶攀去，找到了还有3分钟就要爆炸的炸弹，还有托尼的姐姐。光头强打电话给领导，要解锁炸弹的密码。当得知炸弹还在13街区的领导，面露微笑告诉了光头强密码。拿到密码的光头强正准备输入，一旁的托尼感觉不对劲，急忙上前阻止了他。托尼认为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在13街区引爆炸弹，光头强根本不信领导会坑他。二人发生争执，一言不合，二人就打了起来，你来我往几个回合，也没分出个胜负。可眼看计时器就要归零了，光头强一把薅开托尼，继续跑回去输密码。托尼一把抱住他，这次二人明显是玩真的了，战斗也比之前激烈多了。光头强拼命要输密码，托尼死活不让他输入，姐姐也加入了战斗，骑在了托尼身上。这个时候，炸弹的倒计时也走到了头，果然炸弹并没有爆炸。光头强这才相信了托尼的话，两人带着炸弹来到了光头强领导的办公室，把炸弹放在了桌子上，假装要输入密码。领导大惊失色，只能承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清除整个13街区。失望的光头强输入了密码，吓得领导躲在了桌子底下。可是炸弹并没有爆炸，原来光头强只是吓唬吓唬他。不过这一切都被他们提前安排好的记者在远处偷偷的录了下来，紧接着视频就被公布于众，真相终于大白天下。